莫非为你活，谁要这名满九州？爱为我所用，才不枉生无敌手。凌风的高颂会让我觉得落空，绞尽所有，要和你生死相从。莫非爱才是追一生所终？为何我越战越觉得苦不痛？没能得到你许我的平凡朝暮，那情缘路回到落。若你怀中而不是云风，穿过那迷雾一重重封锁。这是道生父也善恶孰轻孰重，只有爱给我天空海阔，只做你的英雄。表兄，弟妹的笔墨高致典雅，真实自如其人，更有着墨香馥郁，与弟妹可谓浑然天成。表兄谬赞了，只是祖母寿宴将至，且在这里做一些装点筹备之事，没想到在表兄面前献丑了。墨条没有了，我去取些来。弟妹莫慌，我今日来是向弟妹道谢的。妾不曾为表兄做过半点事，何谈道谢？荣俊之事，过去我对弟妹有些误会，不曾想弟妹为荣俊百姓做了许多。为解荣俊饥荒，弟妹竟写信向娘家求麦种。我还知道弟妹熟读荣俊风物志，将荣俊的风土、雨水、百姓喜好一一写入信中，为求得适宜的麦种。唉，怪我狭隘，我还以为弟妹向燕州写信是求外敌呢。若不是仲林亲口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，我岂知弟妹是如此深明大义之人。替荣俊的百姓谢过弟妹。南军也太过分了吧！魏良那厮肯定早就知道，亏我还帮他算账，怎么运粮食去荣郡。哎呀，你少说两句吧，你还不嫌添乱？那我不忍心看女军这么受气嘛。咱们女军本来就是远嫁，好不容易在信里跟家人说点体己话，南军连这个都要监看。看信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念给使君听。就是。研墨，我要再给燕州去封信。还去啊？主公，女军又有信进往燕州。念。吾儿上前。念呀。女军的信，给你个机会，你给他念不就完了吗？其实啊，你们不用念，我也能猜到大概写了些什么。无非就是谈谈荣郡的饥荒，再多求些麦种，诸如此类的。这女军还是心怀魏国的。我嗓子不舒服，你念吧。来，给。我书读的少，这几字不认识，我回去研究研究。平日就叫你多读些书，就是不听。如今如此简单。主公英明，此信不用念了。也好，
我刚才不都说了吗？我大概能猜到写些什么，最多再加上一条歌功颂德之词，就类似“南君心怀天下，危国有此君主，乃百姓之幸也”，就这些呗。不念不念吧，小谭，继续验州吧。这些不可寄望验州。这上面有主公的名讳。不可。那给我看看。给我呀。这是你今天怎么了？主公息怒，定是女君知道了主公监看信件一事。此事确实是是我们的不对。哎呀，对，切勿鲁莽行事。对呀，主公，大不了在书房再躲一晚上，避免一场惊风血雨嘛。躲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定是要找他理论一番的。这悍妇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今日公务繁忙，有些累了，我就先歇息了。南君事事都要亲自过目，很难不累啊。是，你这几日操办祖母的寿宴也辛苦了，早点歇歇。这是祖母寿宴的菜单，请南君过目。你自己决定就好了，这种小事儿。妾刚刚入府不久，对大家的喜好还有忌口还不了解。若是备了什么菜引得谁不高兴了，犯了谁的忌讳，那就不好了。还是请南君亲自过目吧。哦，好啊。色香味俱全，毫无挑剔。早点歇息。这是筹备祖母寿宴采买的账目，请南君过目。若是到时候多了一处少了一处，账目对不上，那可就不妥了。事无巨细，没问题。在准备祖母寿宴请柬的时候，妾对“寿”这个字举棋不定。这一卷上有8种寿的写法，请南君过目，替我决定。魏少，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你叫我什么？你管我叫你什么？你为什么偷看我的信？不是你敢直呼我名讳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前凶悍也就罢了，如今加了一条不识礼数，我跟你这种悍妇无话可说。
你这种女人，也就我肯娶你吧。你自己偷着乐。你给我回来！你今天没好到哪儿去，整天疑神疑鬼，你骗不过就只知道逃。我有的是人要我，眼睛小，心眼更小，除了哥哥没有一点好处。你敢扔我？我不跟你计较。有什么不敢说？隔岸观火，有什么新战况，随时来报。是，少主。这小女子竟敢对众人直呼其名，有点意思。女君，要不要你先用一些？做错事了，不就拉下脸来道个歉吗？南君这算怎么回事？就是，南君昨天晚上睡在书房也就罢了，今天连饭都不回来吃了，小心呀！小桃、小枣，不许如此议论南君。一会儿南君回来，也不许给南君脸色看。知道了，我可不敢。女君，一会儿南君回来，跟南君好好谈谈。这没有什么话是说不开的，咱们寄人篱下，得过且过吧。我自有分寸。是。女君，小谭来了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女君，南君传话说不回来用膳了。你看吧，这南君就是故意躲着女君的。我们女君还没说什么呢，他像受多大委屈似的。闭嘴！去把笔墨拿来，我要赶紧把此事告诉张姐，以免她在信里说什么要紧的事。是。张姐。见字如面。自姐夫占下伯牙后，于郡事务繁杂，故意只为与长姐有书信。但微侯与蛮蛮都甚为挂念，唯愿长姐和姐夫在伯牙万事顺遂，如有难处，可随时来信。微侯与蛮蛮看到信后，自会派人去伯牙。将军。阿范，夫君今日辛苦了，公事可还顺利？一切都好，阿范放心吧。这可是女君来信，女君定是又说让我们在伯牙好好过日子吧？蛮蛮说，燕州占了伯牙，引得微侯提防，提醒我日后与他小心同行。南君，这是女嫔方才交给奴的，说是为太夫人抄的佛经，请南君逐字过目。这佛经也要我过目？女君说，佛经更需要南君过目，
若是抄错了，一是对佛祖不敬，二是会惹太夫人不高兴。这悍妇，这是得理不饶人了，这是。女君还问南君今日几时回去？回去告诉他，今夜我还在书房睡。书房窗户漏风，昨夜就冻得南君夜不能寐。你再住一晚，怕是要染风寒的。你魏朵，拜见主公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进城，水都顾不上喝，就来向主公报告喜讯了。有何喜讯啊？主公，有您许以正式通衢，我可一点没偷懒哈。这是盘邑县令杨凤亲自誊写的各项细则，特意嘱咐我拿回来给主公过目。这杨凤，这是在邀功啊！此番我去盘邑才算明白水源充沛的好处。燕州富饶，全因归功于水。盘邑所产小麦产量大，分蘖多，麦粒颗颗饱满，口感极佳。这是盘邑所产小麦，这是新都所产小麦。县令说了，永宁渠通衢之后，今后新都所产小麦与盘邑无异。要是修渠有如此好处的话，哎，那主公为啥不把永宁渠直接修到荣郡了？可解远虑嘛。如果继续兴修水利，便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，进而会牵扯到魏国的兵力。如果此时燕州来犯，魏国必难自保。主公，你是在担心乔家从中获利吧？依我看，主公不必如此忌惮乔家。修渠虽然可以延燕州数岁之命，但是惠及荣郡的百姓，可为魏国建万世之功啊！此事容我再想想吧。主公，我们几个今晚在城外当差，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恐怕会耽误正事儿。主公这边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那我们几个先告退了。那走吧。哎，主公深夜还不回家，是否因为看信的事还在跟女君闹别扭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没有的事儿。没有就好。那女君应该在等着主公归家呢。啊，应该等着呢。那好，我就先退下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很长时间没去军师家看望师母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哎，不，择日不如撞日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去你府上小坐一会儿啊，探望一下师母。走啊，军师。甚好，如此甚好。哎呀，谁成想主公把咱们留到这么晚了呀？现在开的也只有9/4，
94好，维多也大了，带他见识见识。就是。去哪儿啊？主公，不是说当值吗？啊，主公，属下错了。主公，他们好意为我接风，要罚就罚我吧。主公，别罚我，罚我！当大哥的不对，不应该带咱们几个人出来。我这主力出了问题，就罚我。行了。到我的。谢主公，谢主公，谢主公。南君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都晃了这么久了。去祖母那儿。太夫人应当2个时辰前就睡下了，都这么晚了，恐怕只有罗中坊那种地方才会歌舞升平呢。表兄成年之后，何时受过此等委屈？往常身边都是美娇娘，未曾想有天身边有位美爱男儿。我是好心好意过来看望你，这不太晚了，不方便回去了吗？所以借宿一晚罢了。只此一晚啊！小气。头兄啊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啊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你为何把我偷看乔氏信件的事告诉他？虽然我知道，你一直拿他当乔家人，不肯信任他。我觉得乔家和魏国还达不到真的彼此信任。我想知道，他们对修曲的事儿是否是真的心无旁骛。修曲的事儿，我已经拿定主意了。我相信你，心中早已定数。钟离，你现在睡觉还踹被子吗？睡吧。请少主杀了魏侯，为边州铲除祸患。不可，我已发现了钟离与乔氏有嫌隙，只要耐心的再等一段时间，一定能够一举击溃乔魏联盟。魏侯一旦决定在荣郡通取，魏国将对边州成包抄之势；而魏侯一死，边州再无后顾之忧，此乃长远之计。魏侯今日就宿于府上，在下已在他的茶水中下了蒙汗药，还请少主莫要因为心慈手软，错失了时地良机呀！要我破坏乔魏联盟，我绝无二言。即便你们要毒杀乔氏，我也绝对不会横加阻拦。
但我和他说过了，我要想伤我兄弟性命，绝无可能。少主当自己是魏家人，可是魏家人并不这么觉得。少主文韬武略，可在魏家被折辱多年，他们在对外散播谣言，说少主是家奴私生，令少主不得重用，何其委屈！若不是1年前在边州游历，与将军父子相认，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楚。外祖母待我是极好的。是。少主自幼在徐氏膝下长大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他放任您不管，连责备都没有过一句，倒是处处严苛威吼。他这么做，难道您看不出来吗？他为的就是处处防着您，不让你拿到兵权。不许你妄议我外祖母。我日后再敢提起此事，我让你没办法活着回到边州。少主，滚！女君这封信怎么还是在向周穆求卖种啊？伯父这个人一向算计，遇到需要他解囊相助的事，他多是推辞，生怕吃了亏。我得给他再去封信，告诉他此事事关重大，千万不能糊涂。我不明白了，南君如此不信任女君，女君为何还要帮荣俊求卖种啊？反正南君是不会记得女君的好的。你觉得南君待我如何？时好时坏的。南君在使君和朱夫人面前是袒护女君的，可以说对女君是极好的。可是，在看信这件事上，手段又极其卑劣，可以说对待女君是极差的。这只能说明南君公私分明，婆母表兄的刁难终归是家事，他可以维护妻子全然信任。可我向燕州去信之举，有关危国安危是公事，他身为危国主公，身负百姓之托，当然不会对燕州侨俗完全信任。女君对南君虽然有怒，却也公私分明。只是这粟麦收成虽好，用水量却极大，不知道南君会不会在荣郡通衢。好吧，传我的令下去，荣郡通衢一事提上日程。是。众位将军，请留步。尚有一事，还需主公定夺。军师请讲。魏铎将军，给我们讲一讲杨凤是怎样一个人吧。此人最善审钱。此话何意啊？他与甄植一个在新都修渠，一个在盘邑修渠，盘邑的工期就比新都快了不少。工期缩短了，那肯定省钱啊。他能根据地形、地质、天气及时调整工事计划。他能号令百姓将河道淤泥挖去肥田，变废为宝。主公，荣郡通衢事关数十万百姓，众位将军善带兵却不善治水，督工一职尚无合适人选军师是想跟我举荐杨凤？杨凤不但能省钱，还是女君的心腹。如果主公能够重用杨凤，还可表达对女君、对燕州的信任。此事跟他有何关系啊？
是，主公以大局为重啊。伯父，阿姐不过要些麦种做寿礼，伯父为何推三阻四啊？你懂什么？说的好听点叫寿礼，说的难听点，这叫挖我们燕州的立国之本。一旦魏国大肆推广粟麦，几年内必会富足起来。届时谁能保证他不会攻打我们燕州？兄长言重了。如今乔魏两家既是盟友，又是亲家，必不会发生此事。有阿姐在，定不会让魏侯出兵的。蛮蛮向来聪慧，麦种对我们燕州何等重要，若不是急需，或是有利可图，他也不会特意写信来要。兄长就给了吧，以免蛮蛮处境艰难。父亲和我都在康郡，阿姐肯定会为燕州做打算的。罢了，父亲在世时也曾多次给魏国帮衬。既然蛮蛮执意要麦种，给他便是。主公有乔公的遗风啊！南君回来啦。啊。啊，看你看这个舆图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。有个消息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？我已经决定从新都往荣郡修学了。南君英明。这事儿呢，我也是思量了很久，但最终决定还是照你的意思做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那军师的意思呢？军师我自然也是劝了他很久，他也没什么别的意见。原来是军师的意思啊，那妾要谢谢军师啊。哦。还有啊，我还决定用杨凤作为修渠的督工。虽然我知道杨凤是你们家那更要谢谢军师了。此次修渠一事，事关燕州、魏国，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跟我说。南君如此英明，自己做决定就好。报，主公，陈方将军求见。每年今日去义山祈福是祖上立下的规矩，侄儿怎可因一妇人，便擅自更改行程？该如何向众宗亲及将士交代？叔父莫急，今日夫人她身子不适，我理应陪伴。祈福之事，改日再去便是。心诚则灵嘛。报，主公。义山的长生殿忽然坍塌，前去祈福的香客尽数被压在废墟之下，无一人生还。你这花钿倒也祥瑞，有趋利避害之效啊。这一无地动，二无暴雨，长生殿怎会忽然坍塌呢？
兴许是有心之人安排，别有用心吧。叔父，今日我累了，就不留你再续了。哼！夫君，可要叫师姨前来？无法。夫君放心，我虽不知这花店能否助人夺取天下，但我更希望这花店能带来福气，能让我的夫君平安康健。夫君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此生我能有夫人陪伴在侧，实则是我丞相之幸。夫君有何忧愁，尽可向前说来。前2日探子来报，说魏国欲将永宁渠通往荣郡。哎呀，水渠嘛，运输养粮，均是一日千里。他们说来便来，我边州便真的有大难了。妾愿替夫君走一趟于郡，解决此事。夫君可知，魏家的徐太夫人是我的外姑祖母。我幼时便在魏家长大，与魏侯共同经历魏家3代人的丧命之痛。眼下，只需稍作挑拨，便可唤醒仇恨，瓦解乔魏联盟。仲林，哎，你知道这片地上种的是什么吗？是蜀。世元，你认识吗？我只知道高粱酿酒醇厚，粟米酿酒甜香，但是这个酿出什么滋味的酒我不知道。你四处游荡，不认识五谷？白祖母，您要是问我各地盛产什么样的美人儿，我倒是能够答得上来。你又胡说八道。乔氏，你知道吗？世纪，就是我们常说的谷子啊。论教子，我不如你的祖父乔公。啊，最近筹备寿宴，有什么棘手的事情吗？已经在安排宴席宾客的座次了，各州郡的名单也发下去了。祖母你放心，不懂的事情我已经问婆母了。这安排座次嘛，看则简单，其实啊很有门道。这表面上说亲疏远近、官阶高低，这私底下谁跟谁关系好，想坐在一桌，谁跟谁不对付，就得离得远远的。这不能有一点差错，不然就会被人埋怨。我有一位边州宾客不在名单上，是我亲近的后辈。边州？难道是玉楼夫人？是的，安排座位的时候就安排的离我近一点吧。是，孙媳一定会悉心照料。有你，我自然放心。哎呦，婆母，这么说娥皇要来了。要说呀，好些年我也没见着她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样。哎呀，当年这个丫头啊，我真是喜欢。啊。女君，打听着了，真让女君猜着了。那个朱夫人这么夸赞玉楼夫人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那玉楼夫人幼时跟魏家议过亲。这南君看起来一本正经的，没想到还有这么些旧情瞒着女君啊！哎呀，人不可貌相。女君不要生气啊。我没生气，我只是在想。这边州主陈翔，身子一向弱得很，
前阵子差点不行了，找了许多名医才救回来。这玉楼夫人现在来与郡驻守，总感觉这里边有蹊跷。嗨，什么救回来呀？这就是回光返照，这老一辈都知道这个理。那这么说，玉楼夫人要守寡了？哎呀，真是红颜薄命。她命还薄，她最有名的就是命好。我听闻边州许多政事，陈翔还要请教他。那可不嘛。哎呀，毕竟人家额头上顶着一朵牡丹花呢，还说是谁娶了她，谁就能当中原之主。哟，那要这么说，咱们南军没娶她，就不能逐鹿中原了？也不知道南军是怎么想的了。他怎么想的，现在没有那么重要，主要是要知道，这回玉楼夫人来到底是要干什么。真是玉楼夫人啊，贵气。月光似深海无言，却隔岸。曾和西厢梦点燃，又怅然。划过我指尖，悄然拨动了心弦。恍若故人，却又隐忍痴念。情字尽头无所求，皆只缘。曾辗转朝暮人间，难两全。烽火中聚散，相拥刻下温柔缱绻。惊鸿一眼，此生怎能忘却？我愿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眉间，心上留恋。我愿站对宿命，护你的笑颜。哪怕身后是风雪，再多浮生只为这一生思念，此生不枉然。我愿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眉间，心上留恋。我愿站对宿命，护你的笑颜，哪怕身后是风雪，再多浮生只为这一场思念，此生不枉然。这香车怪好看的，马车里的是谁啊？这是玉楼夫人的香车，是那个传说中的玉楼夫人吗？啊，额头上有牡丹花钿的那个。
武山国苏氏，命格极好，天生的尊贵人。哎呀，难怪两位将军亲自出城迎接呢。果真是个美人啊，真漂亮。世人模仿阿姐，却不及阿姐的1/1000。太多人相信命运，可有几人明白，这世上从无唾手可得之事。就算上天赠予，也需自己努力。我今日之所得，并非轻易而来。世人愚昧，妄图添个花钿，便得到阿姐的牡丹气运，却不知天命难改。阿姐自幼背负武山国苏氏命脉，又得名师大儒的指点，眼界非凡，岂是其他俗女子可比的？也不能这么讲。此行若是拆不散乔薇联盟，那在你姐夫眼里，我与这些俗女也无异。玉楼夫人，一别多年，你时为好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与你还有伯公，我们常在这庭院中玩耍，无忧无虑。如今一别多年，这庭院也破败不堪，但置身其中，一切都好似昨日。是啊，的确恍如昨日。我虽然出身武山国，但幼年最快乐的时光却是同你们一块度过的。如今重回魏国，倒像是回到家乡般亲切。这魏国的确算得上是玉楼夫人的第二故乡。那日我入府，得知外姑祖母身体康健，家中一应事务条理分明，皆是魏侯夫人的功劳。乔氏温顺体贴，蕙质兰心，可谓付出良多。是啊，她的确辛苦。何止是辛苦，而我更是心疼。我听闻妹妹很受家中疼爱，一应事务从不操心。如今来了魏家，却要如此操劳。仲林，我有心相劝。妹妹料理魏家事务已属不易，而乔家与魏家恩怨纠葛，政事纷杂，就不必让她操心了。我这几日一直在想，这个玉楼夫人这么多年从未登过门，为什么现在忽然来了？女君可否说得再清楚些？她此次前来是带着粮食来的，想必是有备而来。可是我已经找伯父要了种子，若是这个时候南军收了他的粮食，那燕州的脸面往哪儿放？我知荣郡旱灾，燕州欲送麦种来援，应是妹妹欲缓和两家关系，但难保乔家人会心存歹念。我此番来，不仅是为帮外姑祖母过寿，亦是为帮危国分忧。我特意带了粮食前来，可帮荣郡赈济旱灾。这批粮食既非武山国所有，也非出自边州，只是我个人的心意，为侯莫有压力。一旦燕州和魏国联手在荣郡通衢，那必然会对边州形成包围之势。他们怎么可能就这么坐着不管？所以这个陈翔才让玉楼夫人前来当说客，为的就是不让魏国在荣郡通衢。修许乃魏国正室，如今玉楼夫人是为边州的女婿，你我二人之间不方便谈议政事。这粮食我不能收，荣郡旱灾，各界已经出手相助，更何况乔魏既然联盟，我就不能背信弃义。是我思虑不周了。我就先走了。仲林，那个魏良，哎，
就拿着这个胡妹子的东西羞辱我，还笑？女君，那玉楼夫人跟南君，那可是义过亲的。那又怎么了？那又怎么了？那，哎，咱们前脚送走一个证书，后脚又来个玉楼夫人，那女君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若是每天琢磨这些有用没用的旧情，那这日子才是真没法过了。反正我听说那玉楼夫人约南君相见了，咱也不知道这旧情人重逢是什么场景。当年伯公走后，我别嫁他国。如今你可还在气我？彼时我也年幼，此事并非我所愿，我也是被迫。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。现如今，唯愿玉楼夫人万福不尽。南君，南君，原来你喜欢这东西啊？那回头带你去街上多买几个样式。南君每天日理万机的，哪能劳烦南君操心我的事儿？还有，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给南君更衣。不必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这白给的粮食，威侯竟然不收。他是碍于我边州女君的身份，要刻意与我疏远。燕州乔祖为太夫人贺寿，特送来麦种。既然威侯接纳阿姐的身份，那阿姐，往后你该如何施展手段？我若不好施展，那乔女是仇家之女，她就更不好施展。威侯念旧，也记仇。当年我与魏家一亲，若不是乔祖背信弃义，魏家突遭家变，伯公他苏家也不会再将我改嫁边州。这仇我都没忘，威侯更不能忘。既然如此，阿姐，往后我们该如何？既然通衢是为了麦种，威侯拒绝我的粮食也是为了麦种。那这麦种若是出了事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步暗棋。
那就有劳魏使君。啊，先生不必客气，我该替荣郡的百姓感谢燕州支援麦种才是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使君，麦种已称重完毕，请使君过目。定要严加看管。是。